Hello，大家好。这一期的话，我们来看诺手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然后像现在诺手的话，也是3项为主，然后搭配那个收集者。但这里面偏高手虐菜的局哈，这里面就是这个绝活哥呢，跑去那个跟路人组队一块玩。这里面的话带3项是 carry 纯 carry 的玩法，但还是要以你自己实际对线的段位，然后根据英雄去搭配装备哈。这里面我们讲一下那个为什么现在会选择做回那个腰带火箭腰带呢？因为火箭腰带现在是原先只是单纯的造成70点魔法伤害，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话是能提供减速，又能有那个15%的法术破甲效果，然后时间也变短了，从之前的60秒1分钟嘛，然后变成了现在的50秒。还有现在诺手的话，优势的情况下做死亡板甲其实是很舒服的。像诺手打兰博的话，并不是那么好杀，因为他的话是有那个什么有盾那些蛮肉的。这里面的话是一是绝活哥自己技术上的压制，然后因为发现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可以打得很好。刚刚选怒的情况下，还是被他利用 W， 然后有护盾的情况下挡伤害，又把他拉扯开了。所以兰博的话并不是那么容易杀的。这里面卡了一手，利用他的 W 消失盾消失的时候，这里的话利用血怒让他流血到死。有个点就是对面兰博的话应该是大师分段，所以玩的并不是很细，也应该是玩的就是那种普通玩家嘛。这样的话对面就不好对线了。你想打诺手的话，就是你想玩虐诺手，那你就必须得 E 和 Q 两个技能，一个 Q 的时候，你永远都是吃到他的那个内圈，要么就是直接把他的 E 给骗出来。你看这里面永远都是被拉到以后吃外圈 Q， 那血怒肯定很容易打出来的。这里直接 P 掉了，那这样的话就没有机会了。这里的话跟队友说教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国一诺手。你看这里面拉扯开以后，直接再劈死一个，这就是无敌诺手的一种打法。完了，队里面还有妹子在那里说射手还是应该是射手。射手想把锅丢给绝活哥绝活哥还是这个射手辅助妹子在那里劝这个射手不要去赖上单了。还说把这个绝活哥炒走了，还怎么找这么好的上单？果然还是妹妹们对吧？知情达理的。所以玩游戏一定要有妹妹在，才有动力才能更好的电子竞技，对吗？大家不知道大家有开黑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妹子一块玩？这样的话3项准备做出来，反一下对面野没有，差一个防守野，避免被对面蹲。
完了，评论区还说啊，那个弹幕说啊，哪里找这么好的工具人？果然妹妹都是精明的，笑死！哎，对面一个 E 闪，Q 闪，直接劈死。好了，那这样的话，这兰博真的就完全对不了线了。这个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抖音主播啊，剁手绝活哥南哥。虽然说这局的话就纯是那个分段的一个虐菜局，但是不影响，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个诺手的连招。哦，这上一局的话是这位这个诺手绝活哥跑去玩了狗头啊。好像是战绩不咋地，输掉了。但这里面啊，掏出了诺手的重铸荣光。这里的话用 Q 去清兵线，然后回家补个状态，然后做个血手，然后做个推棒。对面兰博现在很谨慎。开局几下以为自己打得过，没想到还是被搞死了。现在的话他不敢再送了，那这样的话就是要利用推棒这个机制来搞他了。这里的话开启疾跑，对面直接交闪现，已经不敢打了。装备的话是压了一个大剑，那这样的话不要怕，打个状态直接血怒劈死，然后再把塔给推掉。对面利用大招清那个小兵。也算是戏中唯一不错的操作了。他其实可以更早的去撒大招，因为他觉得自己那个血量很健康，但半血怒的状态下，半血就是诺手的斩杀线。有血怒的情况，没有血怒那另外一回事哈。这里没有大招，刚刚没有劈死。这里面说另外一个主播那个绝活哥说比纯子厉害，但纯子是那个刀妹上单的一个玩家嘛，然后说比纯子厉害多了。不过大家就是他们绝活哥私底下都是互相认识的，就会互相搞一搞啊什么的。完了，这里面对面梦魇开大，中路出大事了。这里找个机会留住对面的泰坦，这个血量准备劈，收掉，准备操作吗？这里上来挂血怒，但是挂不到，没有挂到最近的那个，挂到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点，所以劈不了。其实挂到身边那个就还好，但挂到了最远的那一个，所以劈不到，这就很难受了。但没有死掉，问题不大。下一波有血手的话，对面要裂开了。
然后待会的话，为什么会选择做重伤呢？因为误传高啊。像诺手的话，做那个破甲弓，既有那个重伤，防止对面抬血直接抬上来劈的时候没劈死，你知道吗？啊，这里中路又被抓到了，哦，直接烫死了，流血流死了。那这样的话，中路塔直推2塔，对面冰女的刚回家，根本出不来手线的。然后再选择去拿小龙，拿完小龙直接拿大龙，局势一片大好。然后这里拿到小龙的话，可以尝试来中路逼团啊，那个大龙逼团，不要给对面喘息的机会。只要给了的话，就容易是吧？给了的话就容易被翻盘。哦，这里。那这样的话，回去应该可以做个，因为已经做了一个小制裁的，那个钱应该是够做一个重甲那个破甲弓的。这里的话，尽量要先把对面赶走，才能更好的去打。不然的话，像对面有那个。地上左打个控制，把龙一抢，其实就很不稳。但这边寒冰有大招，无所谓的，随时可以大招，直接打起来。这里边让大队友过来，赶紧打团，闪现都拉开。这里的话勾到这个兰博，吸上来劈一手。哦，这里的话秒掉对面的镜，那就可以打了。可以，这个拉克斯大招都给的很精髓。那这里的话回去，哦，还没有急着做破甲弓，破甲弓是最后做的。因为诺手的话，他其实到后面有2件肉装有容错以后，他就不需要再做肉了，因为他就是战士。肉的话，只是为了能让他更好的把大招给劈出来，然后就是那种打出持续的大招。然后你能不能劈好这个大招，劈死人，这就是你对这个英雄的理解，你这没办法的。哦，直接死掉了。这样的话，利用大龙 buff 直接推中，然后拉克斯在上路带线。这里有个远程跑车，对面中单手比较短的，只能利用 E 技能跑路。这里也给到大招，直接劈死一个。看看对面跑得很后面，那这样的话就没什么机会了。对面地上左敢这么进场，
但这边血怒的效果已经没了，但这样的话得死掉了。对面有丽桑卓，其实丽桑卓的话，在这个版本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这英雄在这个版本很吃香，而且因为现在大家特别是到后期更吃香了，因为你会发现身板很短，那个大家的身板都不是很硬，除了各级别的几个英雄比较硬以后，大部分来说都比较，都扛不了太久。所以丽桑卓这种能把时间拖下来，又能打出一个小爆发伤害的话，丽桑卓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但唯一差的就是他比较吃队友，就是他2、3个队友都不行的话，那打不出伤害的话，那丽桑卓没办法。这把的话，3龙没有了，因为刚刚被团灭了一次的话，对面也是拿到大人头的，所以后面那波团战，下一波团战的话是有机会的。然后这边的话也跟队友沟通说，下一波团的话必须得打一下配合，不能说上去就死掉，这样掉点的话就可能出大事情。哦，这里拉到2个，给到机会了，对面。这里再一个 Q， 但直接把对面 Q 死了，大招都放不出来。这里的话又一个金身，已经出现3个金身了。完了，射手又被对面找到机会了。这里的话上来看看。找个机会劈死对面射手，然后那个满血的那个泰坦的话，对面还有那个丽桑卓在，容易被反杀这个血量。这里的话有了那个铁板。防装也上来了，血量也是够的，能吃一些伤害。就发现这里面这个寒冰大招永远是磨磨唧唧的，也不知道怎么放。像寒冰的话，大招 CD 短，其实它完全是团战的情况下，完全是不是为了要团赢就是为了要怎样子关键性的，他的大招 CD 短，所以他就可以干很多的事情。这里的话，哎，蹲到对面的那个辅助。但太肉了，其实不好打。这里的话，把那个梦魇的大招给骗出来了。对面开龙，对面的这样的话状态就很差了，对面很被动。这里没劈死，可惜。但是对面阵容很散，把龙给抢下来了。这里的话往这边放大，延迟对面进的这个回来手线的机会，然后就这么轻松的拿下了比赛胜利，还带了那种路人队友。好，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收看，拜拜。